好着呢吧？好着呢，你好着了吗？我好着呢。哎呀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咋来了？哎，我找一下美美，在不在？在呢。小美，你楚叔来了。小美，你楚叔来了。快进，那楚叔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我给你倒水啊，倒水。好。倒水。你咋来了？我刚好路过这儿，有几个事儿呢，想跟你聊一下呢。喂，阿叔。小令说这礼拜你2个要一起来接娃，去凤城游乐场是吧？啥时候来嘛？这礼拜不行了。忙？没出啥事吧？没啥事，就是忙。有啥事你都别着急。知道了，二叔。叔还想聊点啥呀？对了，你在市里边，你买那房子在哪儿呢？如寿里小区。租的。咱们这个算是搬迁了，有这个安置房了。你咋样给你妈也买个大房子呢嘛？以后呗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富贵，现在那个买卖做那么大，你也是股东，咋没啥钱呢？看情况，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少。但你也知道，干工程这个事情嘛，风险也很大，贷款也多，很多贷款都是我帮他跑的。顺顺利利的话就能赚钱，谁也不希望出事。对，和气生财嘛。说来也不是想问我挣多少钱吧？哎呀，你这娃真是聪明啊！是这么个啊？我觉得你跟这个富贵啊，你说这朋友吧，不算个朋友；合伙呢，也不算个合伙。到底咋回事嘛？是挺复杂。哎，你们2个以前闹过这个订婚，后来又黄了，咋回事嘛？闹出来干啥？我看看，我回你母亲。我家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当年高考考到省医专，我妈说这不是啥正经学校，不让我去念，钱得留给我弟。但这学呢，我特想上。当时只有富贵能帮我。那天晚
上，他就在想办法帮我凑学费，让我去读书。我去了富贵家，他一个人在家。我当时以为我去是他已经把钱给凑好了要给我，但我没想到他骗我。他说他没钱。你可给我留白，看到我了没有？我当时很生气。你把衣服换了，衣服上有血。你找到他，赶紧回来。富贵，是我，干啥呀？同学嘛，玩呢，就在家的，镇上出事了，爆了炮。嗯。然后他就把我关进了房间。把我衣服裤子都扯烂了，那天晚上也没让我回家。我后来第二天，我穿着他的衣服回了家，我妈看见了，还打了我一顿。那你当时咋不报警啊？我爸说家丑不可外扬。这种事情传出去，我哪还有脸活着呀？我爸妈当时就想把我嫁出去，他们可以要点彩礼回来。不过当时我不想嫁给富贵，我就一狠心出去打工，这一走就18年。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！富贵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你咋来了？我就过来看看。哦，鞋套给我一个。你进来吧，我们都勘验完了。你沿着这条线进来。哎，我觉得老楚的话不是没道理，案子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把握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些年你都没在一线，这个案子跟你在治安科那些小案子不一样。要是没把握的话，把它交出去吧。什么大案小案呢？啊，你老这么挤兑我就是个建议，你爱听不听？刚刚案发，你就不能？一会儿就得把采集的生物痕迹送到省厅。哎，这个血迹跟尸体的检测报告什么时候能出啊？等吧，温小玲的尸检结果加上 DNA 检测，怎么着得1个星期吧？1个星期？1个星期镇子上都搬空了，你1个星期？我又不会变魔术，就那几台机器，得排队。
当时不恨雷富贵？恨。那现在不恨了？我在武汉遇到他的时候，富贵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恨他，因为他说他愿意带我回来，带我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也很感谢他。我俩没在一起，可能都是命吧。雷总，今天又有好多人来要账了，咱们那个贷款，要不你先忙，明天再说。那什么，账上还有点现金。你先紧着车队的司机，把他们工资发了，把你的工资也付了。好。哎，你刚搬过来鹰嘴山，家里要是有要用钱的地方，跟我说。谢谢雷总。小玲死了。死了？警察咋说的？先别让二叔知道这个事情。那咋可能呢？好好一个人，他咋死了嘛？那让人杀了。你得罪谁了？这是冲你，还是冲咱们？你说话呢吗，姐夫？姐夫，我姐走的早呢，我可是跟着你一步一步闯到今天的。咱俩现在是绑在一起做买卖，姐夫，你到底有啥事儿？你要有事，可不敢瞒着我呢。啊？玉香，我该让你知道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瞒你；不该告诉你的事情，我也不会牵连你，明白吗？你去搂一搂这些年跟咱们结私仇的都有谁？你这个房子还有10多呢。
去医院了说。走，跟我到镇上去，我给你找个空房子，啊？哪儿不可去住着？你这个娃娃咋那么犟啊？是不叫可能吗？走。行。就上联系我。来，按时报到啊。我说，我快看看他。过来。啊。好好帮着点啊。放心吧，你忙看看。看啥？来，过来，瞅来。来，上来看来。你爹挡了人家的财路，人家就堵了你们刘家的门，哼！我带你洗个澡看，从里边出来不洗澡就回家，晦气。对吧？10年了，能聊了吗？寄出来了。这件就是算是接着了。咱特别设计的，我穿会不会喜他还问你为啥没敢接他？我回头再去看他。你们先聊。那你帮我拿几个，我都试一下吧。没问题，谢谢你。稍等，对吧？我给你准备了一笔钱，11万，就在我车的后备箱里。一会儿咱们2个洗完，各喝点酒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把钱也拿，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应该懂吧？小白，我不想我们因为以前那笔钱生分了，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啊？主管，10年，你们只整过1回，咱们早就生分了。刘白，
来给你送毕业照，一直帮你留着。你没啥想跟我说的了？没事儿，以后都可以慢慢聊。你有啥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先走了。刘白，你这回来我车队一趟，还是梅伟一起。有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啊。我刚才呢去了趟梅伟他们家，梅伟说10年前8月13号晚上，这个李富贵以帮梅伟凑学费为由，把他骗到家里面了，实施了强奸。这个事儿呢，后来他们父母呢也都知道了，就给订了个婚，但是这个婚呢，黄掉了。如果说这个梅伟有这个情杀的嫌疑的话，杀人、分尸、抛尸。她一个女的，干得了吗？跑外围的大部队还在摸排，能调查的线索不多。那你今天叫这个刘白过来问话，你也是怀疑他对吧？没，我找他来不是这个意思。刘白呢是813主犯刘波的儿子。今天这个案子发生啊，跟这813很像。尤其是这个尸体的这个形状，非常相像。我突然恍惚了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刘波回来了，所以我把他叫上来了。我想问他这些情况。这3个人呢都是高中同学，同时考大学。李富贵的成绩差一点，没考上大学。梅伟和刘白都考上了。梅伟的父亲呢是个爆破工，其实工资挺高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家里头呢特别的重男轻女。梅伟就是考上大学了，也不愿意花钱供他上学。刘白家里情况呢就比较糟糕了。813案发以后，受害者家属林从文到刘波家去要说法去，就打了一架。林从文的脾脏破裂，差点死掉了。因为这个事情，刘白故意伤害判了10年，今年刚放出来的嘛。坐我车去。后来这个梅伟和李富贵呢都出去打工去了。李富贵呢在兰州搞运输挣上钱了，完了以后就娶妻生子，但他那个前妻呢早逝了。后来李富贵把梅伟呢带回兰州，一块儿做买卖的呢。按理说他们俩这个叫啥？这个旧情复燃吧。
但是呢，也没消息了。因为这个雷富贵的儿子上幼儿园，他认识了这个温小玲，两人就好上了。1年多时间了吧，现在也订了婚了，准备结婚呢。哎，没有想到出了今天这个案子了。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。我觉得咱们远的不要谈了，当务之急啊，第一，先要找到雷富贵他们家老宅跟前的这个嫌疑人；第二，找到第一现场的凶器，好吧？行吧。好，干活吧。啥事情？陆白，今天你为啥在刑警队？叔叔叫我过去的，镇上发了个案子，让我配合调查。为啥要你去配合调查？不是刑满释放人员吗？出了命案，叫我过去问问话，不奇怪。那老楚有没有告诉你，今天死的人是谁呀？没有。谁？我告诉你，死的是我的未婚妻。她叫温小玲。她被人杀了，还被人烧了，还被扔在了刑警队的门口。有些事情，我到现在也搞不清，我想不通，到底是谁杀了他？这是10年，我们3个第一次聚一起。来，干一个！来，干一个！来，干了！咋不喝呢？不会。你咋不吃啊？吃不惯。这就是吃不惯的羊肉嘛。天生就是吃牢饭的命嘛。吃不惯这么好的，你们吃。你这阴阳怪气的有意思吗？刘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10年过得也挺好啊？我命都差点丢了2次，我还出了1次车祸啊！我这差点跟我那死鬼老爹一样没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梅伟这10年也过得挺好的？来，你问问他，问他这10年怎么过的？你问。富贵，你就老爱提过去的事情，没意思啊。今天咱们3个好不容易坐在一起了，咱就说以后的事情。啊，干！过客的事情，就让他过客。人嘛，朝前看。不会想过客。有些事情搞清楚了就都过去了。
你想弄清楚什么事情？10年前的袋子钱，可哪了？我拿的。今天给你们个交代。那个袋子里一共11万，这儿也有11万，你都拿走。你要觉得不够，我还可以给你凑。但是我跟你说实话，刘班，我现在日子也不好过，车队一脑门子官司，我银行贷款到现在都还没有批下来。这11万我搞来就已经拿了钱为什么不让梅梅上学？你有病啊，刘班！这钱跟他上没上学有什么关系？不让梅伟上学？他上学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现在跟我问问他，你现在问他为啥不上学？你现在问他为啥？你问他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？你为啥不上学？刘白，富贵说的对。人要朝前看。刘白，还有一个事情。你爹的事情，把门关上。啥事情？郑子要动迁，活人死人都要挪。埋你爹的那座野坟也要处理，把你爹挖出来，重新埋了。我跟富贵是打算跟你商量好了才动手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。你野坟里要是刨出2具尸体，我们3个都脱不了关系。咋的？你还想回去吃牢饭？我一天忙求的很，怎么跟你在这耗？自己想清楚啊！想清楚了，跟我打，给梅伟打电话都可以。任富贵，富贵，为啥要跟着他？你觉得我有的选吗？刘白，你说说，为什么你一回来，郑子上就有这么多事情？
我让你现在就说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未婚媳妇过。你咋死？为啥死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可查我。警察的报案可。还有啥要问的吗？ 没有，我继续回。节哀富贵。小林的事情，我也很意外。婚纱我都挑好了，去哪家挑的？新开的那家蒙娜丽莎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可凤城挑，你咋又跑？那凤城的贵啊！再说了，也不一定比咱鹰嘴山的好。我跟你说，这家婚纱特别有品位，这手链还是那经理推荐给我的呢，多好看啊！咋不吃了？其实我早就吃过了。那再吃个橘子。嗯。补充点维生素啊。她是个好女孩。